嘴角泛起的涟漪，像飞舞的花瓣飘落进心底，编织着年少如梦的羽翼，带我穿越长夜的终极，守望下一秒的黎明，数尽遥远在时光里风华的脚印，是我奋不顾身为你漫长的旅行。是那颗耀眼的星星，是那颗耀眼的星星，是你燃烧一路光景，一路光景，生命绚烂如初心，少年归来如昨日晴空不万里，茫茫中有情，慢慢与你同行，茫茫中有情，慢慢与你同行。此次重启风降塔，工部集合了所有人力物力，必将振奋三军之势，壮我大萧军威啊！早就该如此了。若是我们早一点重视军力，哪还会有如今被北周胁迫之事啊？孟公子慎言呐，国事国策那是你我可以妄言的，更何况在公主殿下面前。司徒大人，孟元旭也是无心之言，司徒大人不必理他便是。司徒大人以身作则，殚精竭虑，任重道远，想必也是过多艰辛。也希望大人在之后可以万事顺心，大吉大利。承公主殿下吉言，为陛下行事，为大萧行事，乃是下官职责所在，定当在所不辞，不负皇恩。司徒大人免礼。我记得大人曾经也是兵部出身，想必对扩建风降塔也是有格外的感触吧？没错，此事相信王生王大人心中兴许能理解下官所感所想啊。风降塔一直是我心中的圣地，也是我大萧军魂所在之处。生者生生不息，亡者魂归故里，此乃军人之夙愿。没错，这是我们所有军人的夙愿。风降塔是负责封赏立有军功之生者，便当有另一座塔，负责追封立有军功之亡者。此番陛下下旨新建三军塔，便是此意啊。风降塔扩建，诸位负责的三军塔，乃是重中之重啊。啊，这不就是一片荒地吗？为何要选择离主塔如此之远的地方？主塔建成之后，真正的占地面积会超过现在的3倍。三军塔建成之后，还要再建造一些相关的场所作为匹配，因此，两塔之间必须要保持如此间距才算合理。这也是陛下的意思。公主，相信陛下与您商议过此事。我与皇帝哥哥也仔细研究过图纸，一致认为此地就是三军塔最佳建造之地。李度良，你觉得呢？若从图纸上看，此处确实为建造三军塔最佳位置。无论与主塔的呼应，还是地理位置，只不过……你怎么回事啊？没什么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，刚刚一路走过来，脚下的地势越来越低。如果我没有感觉错的话，此处低凹之处，比风降塔的位置还要低了不少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儿。要整体看来，这里更像个大土坑一样。低洼地势会对建造三军塔有何影响吗？准确来说，是致命的。啊，这么严重吗？公主，当真如此？此地确实是低洼地势，平时还好，若要是雨季的话，水涝成灾，这绝对是不行啊！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，原来是怕下雨啊！可是这已经是最佳的地方了，除了此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好像也没什么难的吧？既然这里是低洼，那我们用土填平不就行了？理论上说，
运土是可行的，但此地面积实在过大，若想完全填平，耗时又耗力，工程势必庞大。我们却只有短短3个月工期啊！不行，我们必须得把工期缩短到2个月。2个月，那就更难了呀！必须是2个月。怕什么呀？2个月还填不完这个大坑？若只是运土，2个月时间自然是够。可亚娜，你忘了，填平地基只是第一步而已。我们真正的工程是建造3军塔。也是。李都亮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看过图纸，眼下我没有来现场勘察。你说的对，无论是地理形势，还是与主塔的呼应，亦或所谓的风水，这里都是最佳选择。甚至说，这是唯一的选择。那这可怎么办啊？即便我们用运土的方式从城外北山运送，就算最近的路线，也非常远，人力、物力以及时间成本都非常高。人力物力大可不必操心，工部一定会为公主以及诸位通力合作，全力支持。即便如此，也需要2个月的时日，才能将这低洼填平。不行，2个月绝对不行。就让师傅一个人静一静吧。小洛，公主只剩2个月的时间了。是啊，之前公主就预计建造3军塔至少需要40到50天的时间，而且还是在没有任何意外的情况下。可眼下还没开工，就遇到了最大的困难。这可是公主最后的心愿，若此事未达成，一定会成为她心中永远的遗憾。李清风，这该如何是好？眼下我的想法也都不太成熟。我相信你，你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为了陈姑娘，你也一定要解决此事。里面有很多楼阁式的建造实例，提到了地形地势的因素，你可以查阅一下。你的意思是你在查阅密檐式塔的建造？我看了你的草架图，很多都是阁楼式。我在想，密檐式的须弥座和一层正殿，在整个塔身占比非常大。这样的话，在地势条件较为不好的情况下，能够凸显优势。有些道理。不过你别忘了，我们建造3军塔的初衷就是为了纪念大萧的烈士。这密檐式的塔，只有底部的第1层可以设塔室，恐怕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太多的英烈灵位。我知道你说的这一点。所以，我们只能在塔内的空间里面去做一些精妙的设计，才能透出更大的空间。但这也是我的初步设想，确实还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，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发散一下思维。没错，我们需要多方面去想法子。李清风，方才司徒大人在，我没法好好说你。可是你刚刚这样子，到底有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上面啊？你难道都不知道建造3军塔对我来说是有多大的意义吗？本来不想跟你一起，是赵小姐苦口婆心的来说服我。就你刚刚这般态度，你又不想做，我便去工部，也不劳李大都料费心费力。老岳，我不是，我真的一心想要跟你一起，了却我心中所愿。可你呢？老岳，你误会我了。何志谷，你来做什么呀？
朗月，公主殿下，近来可好？13王子，有何贵干？来看看我未来的夫人。何公子，在我们大萧，即便已经定了亲事，只要尚未过门，你此番言语都是冒犯。何况还是冒犯了公主，你须得道歉。赵小姐，我早有耳闻，你招亲多年，却始终未遇到良缘，怕你是对这男女之事刻板了一点。如果你能够抛弃这些传统的旧念，然后呢，再主动一些，我相信，也许你很快就会遇到如意郎君。不如这样吧，本王介绍一些北周的好男儿，给你认识认识。你13王子，我的朋友，你不可以出言不逊。公主误会了，我呢是真心为赵小姐着想。况且，再过2个月，公主也会成为北周的王妃，多促动促动两国通婚，乃是和平之大计啊！来者皆是客，既然耶律王子大驾光临，便请坐下，喝杯茶吧。也好，请。欺负你小子！请稍等片刻，我去泡一壶上好的碧螺春。还是李公子懂得待客之道，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看来李公子将来必定大有可为啊！公主，公主，我听陛下说，公主日日夜夜为了公事操劳。依我看，南萧这风将塔建了也是白建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大萧的国事不劳13王子费心。大萧的国事也是我们的家事，你说是吗？请用茶。果然是好茶，看来李公子对本王是以诚相待呀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本王不妨跟李公子交个朋友。看来，本王还真的是交了个好朋友。承蒙抬爱，公主。我今日前来，本想邀你一同去围场寄居，可是无奈琐事繁身，不如这样，明日午时如何？寄居？我已经跟陛下请示过了，陛下说公事自然会交给工部大臣去处理，公主就不必日夜烦心了。你这是拿陛下来压我？公主，我并无此意，还请公主赏本王个面子。若要寄居，不妨去我的围场啊。也好。我听说赵家的围场是全临安最气派的，本王也想去见识见识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李公子，希望你也一同前来，我们好好的比试比试。告辞。那白安也要去？随便。这秦凤抽哪门子风啊？茶里下了泻药。啊，秦凤，这事儿干得漂亮！这狗屁王子这么快就暴露了本性，真是越来越让人生厌。哦，北安内错怪了，干得漂亮！小姐，李督料，饭菜都做好了，我不饿。小姐，你已经1天都没吃东西了。你们先去吧，我晚点去吃。你先去吧。去吃饭。我说了，我晚些吃。哎，你做什么啊？人体需要进食才能维持精力与活力，
所以为了保持更好的思路与状态，快速的查阅资料，我们现在立马就去吃饭。不对，查询资料的时候，我的大脑也在飞速运转，一旦思绪被打断，就很难再进入状态。要想再度进入状态，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。而越进不了状态，我就越急躁，越急躁我就越进不了状态，如此循环往复，耽误的可不只是2刻钟。你这是过分夸大。我是在阐述事实。去吃饭。你松手。我不松。你一个小小的度量家，连公主的话都不听，你这是大不敬。那你最好能治我的罪，最好流放北周。听话。你不松手，我就不去。你不去吃饭，我就是不松手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连你都欺负我。我没有欺负你。你不觉得封将塔重要，可我觉得重要。这是我在大萧最后的公事，我觉得很重要。我只是想让你去吃饭而已。你知不知道现在情况有多紧急啊？只要1天没有解决办法，1天就无法开工。要是再不开工，耶律之谷就要来取我走了。朗月，我不相信2国交战会受所谓联姻的影响。即使你嫁过去，他们也会开战的。我没想到你是如此天真之人。你要去哪儿？吃饭。朗月，北周人都是王八蛋，尤其是那什么狗屁王子，竟敢欺负师傅。他要是现在在北安内面前，北安内定锤爆他的狗头，信不信？孟兄，您的勇猛我们都知道，但这其中的细节是不是据坊间所传？这北周王子要强娶昭和公主，不想要脑袋了吗？此事岂是我等能妄议的。我的错，我的错，司法一杯。不说这个，今日北安内找你们来，是想问问你们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快速的将一个巨大的洼地用土填平？此事现在非常急。填土，衙内，此事我们兄弟几个怕是都不擅长啊。是啊，衙内。再说了，这不就是一个公事吗？成与不成的，至于让您如此焦急吗？这你就别管了。孟兄，你们木雨工匠队不是专业的吗？能解决得了北安内还要问你们吗？自然是遇到的难题啊！你们都别废话了。明日，北安内把这件事的细节与你们说，然后你们每一个人立即发动身边所有的力量，找临安城所有的毒料匠，然后把问题原原本本的问他们，让他们每个人都想办法。只要谁能解决这个难题，北安内就重赏他100两银子，不，200，不行，500两银子。500两，500两。孟兄，你放心，兄弟们一定竭尽全力，帮你完成此事。其实北安内也知道，连李清风那家伙都束手无策，基本上也没别人能有办法。北安内真的太生气了。算了，在座的都算是自家兄弟，北安内也没什么好忌讳的。没错，北周那个混蛋王子的确要强娶公主，也就是当朝昭和公主。本衙内与师父一起长大，情谊深厚，如今却只能眼睁睁的等着那个混蛋王子抢走师父，这口气，本衙内是咽不下去。你们说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徐云睿，平时你鬼点子最多，你来说。其实我想到一招，但是有一些风险。你说啊。是啊，不管什么办法，本衙内先听听再说。还是36计，8个字：无中生有，暗度陈仓。说人话。表面上，咱们可以把公主交给北周的迎亲队伍，暗地里咱们找一伙人，在迎亲队伍的必经路上假意打劫，其实是营救公主。这不很明显是我们干的吗？北周人是坏，可他们不蠢啊！孟兄别急，听我继续往下说。你快说啊！咱们在迎亲队伍的路上，
开始吧。要不今日我们便休息一天吧。也好，眼下我也不知道该是什么样子。好。撤！撤！呀，这位客官，您是要住店吗？没错，帮我把车卸了，给马卫先上好的草药。哎，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请上座。来，先来喝杯茶。客官，您的马车已经给您安置好了。有劳小兄弟了。没事没事。哎，跟你打听个人啊，韩中正，你认识吗？韩首富啊，这个自然知道。您要找他呀？啊，我要去他府中拜访，还望小兄弟啊给我指条路啊。韩府就在扬州府衙隔壁的怀玉街上，那府门呀气派至极。哎，您出了门，沿着这条大街一路往前走，那就到了。这2天呀，韩府千金定亲，那府门更是张灯结彩，门庭若市，更好找了。定亲？恭喜啊！啊，请问公子您是？我是来庆贺的。请问您尊姓大名啊？罗烨。罗烨。罗公子，抱歉，这宴客名单里啊没有您的名字，您啊还是回去吧。嗨，是这样，在下曾经在落难之时啊，得到过韩中正韩老爷子的帮扶，救在下于危难之际。这对韩老爷来说虽然不算什么，但对在下而言，如同再造之恩。得知今日韩府大喜，在下特此备了薄礼，前来庆贺。啊，原来如此啊！不过我们今日韩府定亲，请的呀，都是一些家族至亲，便是来做个见证罢了。您不妨等到大婚之日再来祝贺。我今日说几句话我就走啊！哎，罗公子，今日啊当真不便，您啊还是回去吧。我这来都来了，就说几句话啊！哎呀，您到底是所谓何事啊？我都说了，我是来庆贺的。罗烨，哎，这名字谁给我提起来过？在下名字平平常常，重名重姓的人多了去了，你听过也不足为奇。罗烨。哎，既然让你为难了，那在下也不是什么厚颜无耻之人。等改日大喜之日，在下再登门拜访啊！哎，回见回见。多谢罗公子理解啊。罗烨。去把老爷叫过来，我有话对他说。我爸是请不来老爷的。
罗掌柜，你为何会来扬州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他果然玩阴的！这小子仗着自己的马快罢了。并非马快，北周本就是生活在马上的，骑术精湛，在这一项和制谷的确胜过李度亮。你少说两句丧气话！这！只要压制住这位何公子的内劲，就可以弥补速度上的不足。马丘无眼，李公子不会介意吧？自然。那何某可就先下一城了。可是我就不明白了，并非是门当户对，你爹为何一定要你嫁？因为他听我爹的话。我也可以听话呀。罗掌柜，你不懂。你还记得你曾经给我买过一串糖葫芦吗？我说那是我5年来第一次吃，便是因为我爹不让我吃。这些年来，我爹说什么，我便要做什么，不敢有一丝忤逆。我爹让我吃饭，我就要把一整碗饭全部吃下。我爹不让我吃饭，我便是饿得连一口水都不敢喝。可是这……我逃去临安，其实并非逃婚，我只是想逃出我爹的控制罢了。他说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，可是在我看来，就像一场噩梦。现在噩梦加剧，我挣脱不了。可无论如何，你也不能做这种傻事儿。我曾经亲眼看着董大成，就是我要嫁的那个人。他跟韩家最大的商业对手齐家长女私会，我便将此事告诉了我爹。可我爹认定我是不想嫁给董大成，他宁可相信一个外人，都不肯相信我。若是让我嫁给他，我不如一死了之。这董大成他到底如何取得你爹信任的？我说了，因为他听我爹的话，甘愿被我爹控制，就连让他入赘，将来的孩子姓韩不姓董，他都可以一口应下。这个人的城府倒是挺深的。袅袅，娘娘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罗爷在，我一定会带你回临安。其他的事情都交给我，这个我拿走。来了。
承让。李清风，你没事吧？不碍事。师傅，你看到没？下黑手，下三滥，下作。下半场双人对决，我们不要给他留情面。冷月，传过来！追！这！哎，太舒坦了！哎，再让那北周王子嚣张啊，最后输的像条丧家犬。北安那看了那德行就开心。公主和李都亮真是狠狠地折了他的威风。师傅啊，做你的徒弟也太长脸了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喂，你是不是又惹师傅生气了？哎，师傅，你看，即使赢了他，又如何呢？也是，赢了又怎么样？师傅还是要走，封将塔的问题还没解决。我说李清风，你到底想到办法了没有？去打马球了，找你可真不容易。你有话就直说，我还有事要忙。你指的是封将塔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么大的事，我自然知道。你们沐雨院负责建造三军塔，由于选址的地势过低，恐有积水问题，你们这才一筹莫展。我说的不错吧？有问题就解决问题，自小到大，你可从来没有如此灰心丧气。这次问题不同，我查了所有建塔的资料，没有任何办法。看来你这次确实是为感情所困，才失去了基本的逻辑判断。什么意思？你看的都是关于建塔的资料，可你为什么不去查一查，如何解决地势问题呢？地势的问题我们早就讨论过了，唯一的方式就是填土，但是填土的工程太大，朗月2个月后就要起身，根本就没有时间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我说的是填土的方式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填土的方式？任何问题，你都要首先发现它的症结所在，以及最有可能成为突破点的地方。只有这样，你们才能有一个正确的方向，否则便会像你们现在这般钻牛角尖，甚至是背道而驰。找到一个问题的突破点，那就是填土的方式。我之前想错了，我错了。这是我亲手绘制的临安城地势图，主要是从三军塔到城内城外各个运土点的主要路线图。你拿回去，好好研究研究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拿着呀。
我是你爹，你遇到问题，自然是我来帮你解决。你的问题解决了，那爹的问题该当如何？今天啊，实在是人多，照顾不周，请多多包涵。多谢王掌柜啊！慢走，慢走。哟，嘿，姑爷。啊，徐管家。姑爷，这都是最后的宾客了，今日可是辛苦您了。徐管家，您看您这是说哪的话？这都是大成应该做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想问问徐管家，大成今天的举止有何不妥之处，还望您多多指教。哎呀，瞧您说的，姑爷太客气了，老爷真是没看错人呐。哦，那今日便已无事，姑爷还是请回吧，也好早点歇息。好，那我先回去，明天见。啊，哦，姑爷。今日定亲宴一吃，这韩府便要准备纳婿的琐事了。你呀，这2天不方便来，哎，就只等着拜堂成亲了。也对啊，好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哎，姑爷慢走。好，好啊。好，你去吧。哎，公子，进去看看啊！哎，走了。公子，不去。奇怪，还挺像个正人君子。我知道，一直以来，你内心都记恨我对你娘的做法。你觉得是我的所作所为伤害了她，才导致她郁郁而终。我承认，在你娘这件事情上，我确实对不住她。但是，什么但是？你说这样的话，后面一定会有一个但是。这次没有但是，我确实做错了这件事情，对不住你娘，也对不住你。当年，我若娶你娘为妻，便会得罪尚书省侍郎，那未来在官场上的道路就会被彻底堵死。我不甘心呐，10年寒窗，一朝发迹，苦苦经营着官场人脉，铺设着官场的道路，到头来叫我全部都放弃，那个时候我真的做不到。这些事，你之前从未与我说过。现在我真的后悔了。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一定会重新选择，哪怕有惨重的代价，也一定会跟随自己内心的声音。你知道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多久吗？我知道，这些话也无法改变我伤害你们母子的事实。
能原谅爹吗？你在我眼里，你依然是个懦弱的人。但是，我不会再恨你了。娘的死，我确实怪了你很多年，也恨了你很多年。但是我更恨的是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从来没有对这件事表示过歉意。你说了这些话，我不会再怪你了。爹，平地高歌，深埋空江，孔雀东南飞望，亭台藏思量。别再假装醉梦欢畅，那时那人风光，视线延绵不忘。几笔清风夜半波涛，落款朗月一地凝霜。摘去风月儿自悄悄珍藏。一张为心之所向，为国之兴亡。莫惆怅，莫感伤，青丝之路长。风起时只愿为一人，褪下锋芒。千回百转，守护笑容，如月明朗。一展为心之所向，为国之兴亡。莫惆怅，莫感伤，青丝之路长。风起时只愿为一人，褪下锋芒。千回百转，守护笑容。